话。哦，好。对，就是那一区的都可以。就是不是绝版区的，其他都可以。我们的雄狮图书公司要结束了，就是因为要结束，所以办的这个特卖会。当然，有些书已经绝版了，可以说一本都不在啊。以后就是说，在这个书市就不容易买到我们的书了。那么来了很多老读者啊，甚至很多人从南部来的也有，甚至有从香港来的。刚刚一下子自己就买了2箱书，或许还有一些书，我把它认为是一个资产，甚至是台湾这个地方很重要的资产。说这阅读的人口啊，就是越来越稀薄了。那么当然跟现在阅读时代的一种新的一种革命我们也可以说是没办法来做很好的对应。我还记得52年前，我在这个顶楼跟我父亲，我父亲是雄狮铅笔厂的创办人，也就是老板吧。那时候我跟他说：“爸爸，你可不可以帮你的文具的广告费抽一小部分，让我来办杂志好不好？”就在顶楼。那时候，我没想到我父亲竟然同意了。那么我在大学4年级还没有毕业，就创办了这个杂志。我们在1979年到1980年吧，在月刊时代就做了一些台湾前辈美术家的一个专辑。那时候我有幸就到陈澄波的他家做采访，也见到陈澄波的太太张洁女士。那他就是，可以说是含着眼泪，从那个名称卡拿出一件油画出来，然后打开给我看。当下我觉得非常感动，非常感动。那几乎是陈澄波艺术最早的出土，在我面前出土。所谓很重要的著作有很多了但是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出版。西洋美术词典还有中国美术词典这是工具书的部分。蒋勋的《美的沉思》，李林灿的中国美术史稿，美术家传记丛书，像王祖学啦、陈澄波啦这些人都会进来嘛。当然，慢慢我们就扩充到书法啦、水墨啦、素人画家啦，甚至摄影啦，我们都把它包括在内。以我爸爸来说，他是不会刻意去迎合所谓的社会现在的一些嗜好或偏向，他宁可把月刊停掉，或者是甚至现在把功能收掉，都不愿意去妥协吧。
我在采访过程当中，印象最深刻有几样。第一个，我就想到洪通。洪通，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出名的素人画家。有一年，我特别去他家看他的时候，我忽然间，他怎么把他房子四周都画满了画？那时候我帮他拍了一张照片，拍下来，就是我给他名称叫洪通画屋。这张摄影作品有把他那个人格跟那种氛围，还有那时代意义，还有你看他的穿着，就是活生生的，就是李宗盛的一个代表。那当年他画的画也不给大家看。那我记得那时候他玻璃就是用报纸把它围起来，你没办法看到里面的东西。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呢，很多人对他呢到底画什么很陌生，但是也是一种神秘感。我们去做专辑的时候，那天也很大方的让我们拍他在画画的样子。在1980年代，我就有3本书是这个在雄狮，一个是金门民居建筑，一个是台湾建筑史，一个是台湾近代建筑。因为这个书啊，在雄狮出了好几版，因为当时研究这个台湾传统建筑的书很少了，所以我们这个书就变成。一般你要研究台湾的古建筑啊，你要从这里看一些基本的资料，所以这个是同一本书的不同版不同版次的封面，其实都是雄狮出的。之前李先生有请柯喜杰摄影师来帮习得进拍照。那时候我们的月刊要做专辑，那时候习得进生病，他身上系有胆汁瓶。我感觉他在手张开的时候，他那个画面呢，就有点像是要拥抱人啊，或者说他对生命的一个强而有力的展开这样子。洪瑞麟我也跟他坐的那个矿车下去矿坑底下，2-3千公尺下面去做采访，拍他在地底下面跟矿工写生的那个精彩的画面。他带一个简单的墨汁，一支笔，然后一本本子，就看到矿工当场就画，那没有水，这个汗水一磨也是当水在画，没有颜料，下面的泥巴磨一磨，就褐色的颜料就变成它的颜料一样，你会觉得是阳春的东西，可是他这样的素描画了非常多张。我进雄狮的时候，我进到资料室，我看到这些影像的时候，我非常感动。上万张的照片，为那个时候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影像。所以我在2006还是2007年写了一本《美的显影》，就是依照我们公司的这些上万张的资料照，我做一个完整的资料呢。我进来的时候是1996年，那时候月刊就已经停刊了，所以丛书部有4个文编，2个美编，然后我们还有儿童书的部门，那时候他们也有4个文编。大概在2005年之后，我觉得我们的编制大概就欲缺不补了，可能
景气越来越不好。以前我们出书动不动的嘛印1000、2000、3000本啊，哪有想到那么多？哦，对。然后现在如果印3000本，那你30年可能都卖不完。每一年的赤字都是有的啦，只是亏多亏少的问题。然后亏的部分当然就是用我们的自己私人的资金下去填补这样子，所以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当然，可能我们在商业上的能力比较弱，我们跟不上某些商业的潮流，或者我们有某些所谓的执着的品味吧，没办法应和一些现在已经正红的，我们再去找有些比较冷门的或者人家不做的，但是我们觉得很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今年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叫做《水墨皆素人吗》。我当然知道不可能回收的，可是我觉得应该去做。我已经老了，我已经找不到新的东西，也没有能力再做。但是我觉得，就像我在写的结束话里面说，台湾美术只有开始，没有结束。雄狮长时间其实是在做这个美术普及性的工作了啊。早期艺术类的出版在少的时候，如果你不是有很好的日文或英文或法文的基础，那中文阅读，我觉得这个雄狮提供了非常宽广而且是比较多元的一种图书选择了。雄狮其实已经为台湾写下非常大的贡献。出版，我们这个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感觉暂时遇到一个瓶颈，所以我们就维持雄狮星空，我们就专心做画廊做这个展览的空间。那雄狮图书出版虽然可能对有一些年轻一代的接受度可能有一点点断层，但是我们希望雄狮星空可以来补这个断层，用不同的形式来呈现的作品，那我们就在这个空间里面发生。就像阅读一本杂志，它非常的多元跟丰富，那来这个空间里面，它也可以看到不同的艺术创作。古人早说嘛，善始善终嘛。可是很多人是开始做得很漂亮，结束就是不了了之。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做，好的开始固然重要，好的结束更重要。当年这个921大地震的时候，新闻非常大，然后我心中就浮起一种念头，就是说，能不能为这个台湾的100年大地震，用水墨美术的方式，来为这个历史的大事情留下一个见证。那一开始我就是想象中那个飞沙走石，地震那个爆炸的那刹那间，所以我用那个毛笔沾了一点墨汁，甚至把毛笔呢点了以后还不够，我用撒的，像这边就是说有这个一点一点，那是毛笔这样很刻意的这样撒动。
我把我自己在现场写生，就伏地写生嘛然后我把我自己画进去，就有一个房子它已经垮了那我也把它画起来，然后可以看到很多槟榔树都东倒西歪那我们现在再去99峰看，就看不到这种感觉，也真是100年难得一见的一个奇特的一个构图啦。我们从狮驼巷进来嘛，上去看看。今年来了3趟了，这里可以画一张，这里。叫那个汉桂林。可是要不好，下去。这边的山就是就是99峰的特色，就是每一个峰都好像高高的耸立我们先到上面，先到上面去看，然后再找那个点。好，这里说不定就可以画1小张了这个那个山头就在那边，最高点779公尺海拔。对，779公尺，就是那个尖尖的那个。对。太阳下山的时候，那种夕阳照到山头，整个山头就会变得发亮，变得红色一样。哇，快要变成火焰山了！我在山水写生绘画以来，给我很多的一种安慰吧。所以有时候，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疗愈我最好的方法就是爬山。99峰我们登顶了，今天天气很好，可以看到那个乌溪，然后的出海口，整个都可以看得到。那么这个手剪画到最后呢，就是乌溪的出海口，就是现在我眼睛所看的部分，然后那时候我是画夕阳的时候的出海口。我记得在千禧年那一年吧，第一次就是跟画友登台湾的大霸尖山，海拔从低海拔到中海拔到高海拔到3000公尺以上，这个林相的变化完全不一样。在塔塔加吧，那边有一棵非常大的一棵树有点像神木一样那你先铺了纸张以后呢，他就跪在那，看起来是非常虔诚就看到那个大树开始在宣纸上又抹墨，在我看来就是有一点敬畏天地的感觉。我有一次有一个机会跟朋友去这个旧好茶，就有碰到当地的卢凯族的人，就叙述这个云豹跟旧好茶跟卢凯族的关系，才知道云豹是他们的很神圣的，算是阶级的动物。然后很想把台湾云豹以前在台湾曾经走过的地方，我能不能用绘画的方式把它复活？所以我把云豹的皮覆盖在大小水屋的四周围，我用黄色的颜色覆盖在那种天空、山上、海上，表示说
云豹无所不在，代表说，我虽然我不在了，可是我的身体还在这里。我大概1997年开始学习水墨画。刚开始画水墨画，又接触到中国的历史的以前的我们文人雅士的那种互动，那种生活对我来讲是非常向往。因为办杂志，我接触了很多艺术家，也看过他们为我示范的一些画。这一件也是我收藏里面蛮特别一张，余承尧老先生大概90岁左右我有一次带他到总理到我家来，那我就跟老师说：“你可不可以示范一张给我看，好不好？”他就写说：“贤文学画第1章第1章就代表。”一即一切，也就是说，这一章春插点染都有了，而且这个近景、中景、远景也都有了。所以，一个好老师事实上教我们，只要一次的示范，他所有东西就在里头了。因为那边有田野，然后是因为是郊外，所以可以跟大自然多一点接触。房子要重新整理的时候，发现什么有这么多棵野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后来才知道叫做苦楝树。后来我就留了5棵，所以我的住家我就叫503居。自从做了这个小木栈，我很喜欢在这里走路，想东想西的，我看能不能画出一些比较有创意的东西。疫情期间，我们很难到外面去写生，因此呢，我就想到24节气这个题材，那么就在我家里。每一个节气找到一个特殊的点，比如夏天，当然荷花是一个主角。下大雨的时候，你会在荷花池旁边听到那种雨滴打到荷叶上那种声音，是一个非常美妙的音乐。就冬天。在大寒的时候就画棉花，也画过半夜的昙花也画过503居的这些苦楝树苦楝花等等，所以我就把家里的庭院
当做一个大自然。大自然是不断给我们一些惊奇吧。国家图书馆，然后忽然间来找我们，希望典藏我们的资料室所有的资料，我们图档它都要典藏。这是代表台湾出版的一些痕迹嘛，啊，包括所有的图片，包括作者的稿子等等，什么东西他们都要收，把台湾的出版业做一种典藏，那也是台湾的进步啊。如果我们10年前结束，那个国家图书馆也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所以呢，我们是选择对的时间，做对的选择，对的结束。从14岁开始，一直到今天，我跟这个美术这关系好像是没有断。这个图书公司是在1973年成立的。到今年刚好是50年，50年来，我的名片就7个字，叫雄狮美术发行人。现在这7个字已经不见了，感谢感恩，谢谢他们多了一个支持。